你那脾气啊，真的太急了，每次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非得吵个天翻地覆，没完没了。我真的觉得这日子过得太累了。你都快懒得退化了，还总说自己累，工作挣不来什么钱，在家里也是当个甩手掌柜，还有没有点一家之主的担当？我爸妈年纪大了，本来呀你都应该多担待点儿，为什么事事都和他们较我真呢？我夹在中间多难受啊！你有为我考虑过吗？每次一有婆媳矛盾，你就在一边和稀泥。你摸着良心说，我哪点对不起你妈？如果你们家人再这么欺负人，这日子也没法过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刘先生38岁，来自河北，海鲜销售；李女士35岁，来自河北，家庭主妇。有请。怎么了？小片里说很懒啊，有多懒啊？懒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一天不在家，他宁愿饿一天都不带做饭的。而且孩子回来以后吧，让孩子给他做饭。孩子多大？14啊。男孩女孩？男孩啊。特别好，你知道吧？有懒爹这儿子一定有出息。主要是我一天上班我不累。那孩子上学回来以后不得写作业啊？先让孩子给他做饭，而且他每天晚上不那个泡脚吗？你说让孩子给打洗脚水那也行是吧？但是你泡完脚以后，你把洗脚水倒了，不行，非得等孩子倒。然后孩子写作业写得晚点了，就是第二天我倒。而且看电视的时候，你喝点水，吃个苹果，拿个手机，遥控器，都让孩子做。让他小事让他多锻炼锻炼，也是对他好。哎，你别说啊，懒是确实懒了点儿，但是这个方式对于孩子的成长倒是挺好。然后过年的时候守着亲戚，他自己大爷似的，然后让孩子干这干那个。那我在后面不是做饭吗？我看着我也来气，我都说他两句，然后他不高兴了。那你说你弟弟，说你妹妹，说我，那我脸上好看啊？我说孩子两句，爹训儿子正常的呀。孩子10几岁了，又是男孩，也有自尊呐，所以说为这孩子事吧也吵。我一说，他就说我脾气急，脾气大。他急到什么程度啊？叫一声，不管我手头忙什么，就得扔下，赶紧的去，晚1秒钟一直叨叨，没完没了。你说结婚10几年了，叫1声2声不过来，搁谁有气啊，对吧？是，总这么叨，这多大点事儿。我有时候下完班，我买一些东西回来，比他自己买的可能是贵那么1、2块钱，这都不行了，叨叨起来没完呢。本身你说咱们父母都指不上，那咱们自己挣钱，攒点钱。现在又有老二了。那一次省几块钱多了，不就省出来了吗？那我挣了钱，我还不能花了。你可以花呀，我说你买贵了，咱们都别买了，下次注意。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省点呗。又是2个男孩，压力多大是吧？你们家谁管钱？问一句。我管钱，都给他。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老二，晚上有时候闹，一闹的时候都不是推我，都是脚蹬踢我，让我赶紧去倒奶粉。你说白天上一天班了，晚上有时也是累的上，哪有说他想那样？孩子一哭立马我都起来沏奶粉或者给孩子倒水什么的，我哪有那么快呀，对吧？慢一点，这都不乐意了。孩子，他现在就是因为晚上饿了嘛，然后才哭啊，对吧？多大了？才10个月。因为我自己抱着孩子吧，然后沏不了奶粉，那肯定是让他沏啊。他沏吗？最后也沏得慢，孩子多哭2声呗。还有一次，那天白天在班上班也特别累了，也是，回来了。我都早睡了一会儿，迷迷糊糊的时候，他一脚都把我踢下去了，特别大劲儿。我抱孩子上屋一看，他睡在床中间，那我肯定来气。你说你睡觉的时候你往边上睡点是吧？我睡觉是睡我把孩子放下，那睡着了谁能控制我自己往哪儿滚呢？对吧？你碰我一下或叫我一声行吗？不用上来都一脚都踢下去了，这么大脾气，这谁受得了？你天天的。你说我脾气大，他发起脾气来吓人。因为我们老大10几岁嘛，现在小男孩自制力差点，玩个手机游戏哈，然后可能是偷着玩嘛，然后他直接把手机都扔了。我说1次不听，2次不听，等我说3、4次之后，他妈都不干了。也不是这种，你得给他放松一下吧，是吧？跟他说了，那会儿我把手机收起来了一回，他妈给拿出来了，爹还玩。那你不能摔手机呀，孩子玩手机。你问他自己整天在玩游戏，之前玩游戏玩到1、2点钟，那也不是全玩游戏，那有时候也是做个表什么的。我说了好几次，我说咱们早点睡觉吧，把身体养好了，对吧？该怎么着。后来要生气啊，我就直接把电脑锁了，然后他就问我密码，我说不给，直接把电脑全摔了。然后我也生气啊，我心想着我管不了你，对吧？那我就给他爸妈打电话，我一拿手机打电话吧，把我手机摔了。晚上12点多1点左右了，你给爸妈打电话，你说爸妈
这怎么想？你说？那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玩手机、玩游戏，你咋不说呀？弄被子从屋里直接给我扔出来了，别进屋睡了。这听起来啊，就是做爹妈那点事儿。你发现他们的冲突，全是来自于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其实都挺不容易的。两个孩子的父母嘛，大的是青春期，小的还那么小。说说跟婆婆的关系吧。说起婆婆这件事儿吧，本身生这个老二，就他俩差比较大，我都不想要老二，你知道吧？你本身他比较懒。这个事儿啊，主任，我参加这个节目后，我妈知道，跟我妈录了段录音，我希望能放下让我。不是他，你知道吧？过分到什么程度？先听听他，再听听你妈妈的说法。你过分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吧？然后说，哎，你要二胎。房子钱怎么回事儿？他根本说的都不对。他说房子是他掏的钱，你问问他钱是谁挣的呀？妈不存在，咱们能放这钱了。我跟你说吧，主持人是怎么回事啊？咱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刚开始我俩就是结完婚以后啊，后来工作，他爸妈吧年轻的时候吧，然后身体没注意，身体不好。我说哎呀，我说爸妈身体不好，咱俩出来不是那个挣钱了吗？咱俩把钱给父母吧，因为我也知道我那个性格存不住钱，这样吧就还能存住钱，然后他们老两口见钱还比较高兴点儿。哪个儿媳妇能这样做，对吧？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y that. 那我要不挣了呢，是不是就没有这么钱了？这个账虽然有点糊涂，但是从大账上面来看，一年大概寄回家个10万块钱是差不多的，差不多吧。一年寄10万嘛，然后7、8万肯定是有了。买房子是30万是吧？一共是23万，不到24万。就算25万吧。咱们再说低一点，5、7、35，一年按7万算，那等于说还有10万块钱是孝敬父母的，也还行，说得过去。这账反正明摆着呢嘛。但是他现在都一直认为是他买的房啊。那最后房本上到底写的谁的名字呢？最后写的我俩的吗？那不就行了吗？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e it. 活回家以后还挑，你看地脏，我希望他什么？你看到以后吧，你可能媳妇儿比较累，哎，我拿起笤帚我扫一扫，是吧？你要不干我也行，但是你最起码你别叨叨我，本身心都烦得慌。承认我对家庭的付出，这是最基本的。在此基础上再能帮我分担一点就最好了。然后就没其他的要求了。对孩子这一块，你说适当的教育也行，但你自己得以身作则吧，对吧？你自己捧个手机在玩，那孩子心里说哦，我爸也这样玩，那不让我玩，他心里这块他肯定有这种想法。教育方式上面希望丈夫有所调整，第二个改变。第三呢？他总是让我心向着他，跟我父母对着干。我不是说心向着他，就你作为中间人来说，你也别太偏向父母这块了，对吧？你作为中间人来说，哎呀，父母这么大年龄了，你都不能忍让。老是这么说，父母这么大年龄了，我老是让你让。听明白了。第三点是调整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或者叫处理方式。要求高吗？我现在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改。要求并不高，做起来却又很难。也许已经做到了，但是妻子还不满意；也许压根还什么都没做了，丈夫心里还委屈呢。应该怎么办呢？一起听听老师们的建议，进入丘比特问卷。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特别是在家庭不是特别宽裕的情况下的家庭主妇，你每天要为着这些柴米油盐，压力都会很大。所以呢，你情绪上有一些需要被认可、被宣泄的地方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心态。你丈夫没变过，我相信结婚这15年，他一直是这样，差不多吧。只是你对他的要求高了。
越来越看不上他了，因为你越来越忙了，家里事儿越来越多了，家庭的负担重了，你才会觉得他没跟上。对。那第二，我们说这位先生，谁不上班啊？上班有不累的吗？有那工作你告诉我一下，我也去。上班累，不是说回家我就挺尸的一个借口。你老婆在家不忙吗？带个孩子多不容易啊，又要辅导功课，13、14岁的孩子可不好搞啊。哎呀，较着劲呢，都跟你反着拧的，那还有个10个月的孩子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回家以后不惹事儿，不找事儿，不多事儿，多做事儿，然后你们家基本就没事儿。全职太太是非常辛苦的，比你丝毫不轻松。先树立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生孩子不是给男人生，不是给婆家生，不是给他们生。他也不是较劲说这个钱你们买房的时候婆婆不肯拿出来。加油啊，确实不容易啊！青春期和哺乳期的孩子不容易，加油吧！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男生啊，找了2个一模一样的女人。当然，第一个女人不是你找的，是生你的妈。这个呢，是你照着你妈的样子找的。叨叨嘛，都喜欢说那些碎话嘛，但是事儿呢，该做的也都做了。他妈妈也说这钱是我的，为什么不能写我的名儿？最终不也写了你们的名儿吗？然后这个儿媳妇呢做也不错，这80%的钱都寄回家了，那到底是给妈的还是让妈存的？你就没说清楚。初衷都是好的，他们要遇到事儿自己怎么变了呢？你们整天絮絮叨叨、吵吵闹闹的，孩子也学到了，孩子有可能就继承了他爸爸的样子，找一个絮絮叨叨的老婆，未来你的儿媳妇儿，你开心吗？如果不想这一系列的这状况在世代遗传下去的话，你就要做出调整。其实所有你们2个女人之间的问题都是他嘛，为什么2个女人都要跟你唠叨呢？因为你的态度很不明确，每个女人都来跟你抱怨，你又处理不好这种关系，你要明确的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了，对不对？我们当初都是抱着好心，但是没有做好事儿，或者事儿做好了，但是嘴上又非得不饶人。别说什么刀子嘴豆腐心，语言最能够伤害对方，把你所做的事儿全都一句话全抹平了。对，何必呢？弄得里外不是人。你有做得对的地儿，但是欠妥的地儿也太多了。
你要证明给你的母亲看，我们的小日子，哎，我是有态度的。你要证明给老婆看，我们的日子，妈，我们也需要尊重的，对不对？嘴上啊饶饶人，好事儿都做了，但是还没有得好报，为什么呢？对吧？就这样。我问你2个问题啊。第一个，打算什么时候让他回去上班啊？看他心情吧。再过2月行吗？我感觉时间再长点也可以。你觉得多久你让他去上班？小孩最少再有自己的表达能力了，会说话了，或是3岁去了，上幼儿园呗。上幼儿园谁接送啊？上班了自己接送都费劲，还得父母。第2个问题啊，假设啊他倒了，躺床上没有劳动能力了，2孩子他也照顾不了了，这时候你怎么办呢？还是父母帮我们看啊。那你觉得你妈这个态度能照顾好她和2个孩子吗？应该可以。你妈刚才说了什么话？你听到了吗？你妈对她是什么态度啊？你看到了吗？所以呀，掩耳盗铃这个事儿啊，真好，不是每个男人都配当爹的。我这话就撂这儿了，就是真的，生孩子之前，每个父亲应该考试，应该拿证，持证当爹。我跟电视机前的各位姑娘说，如果这个人来劝你生2胎，这个人没有帮你体验过生1胎的辛苦，就不要听他的。凭什么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你不心疼他，他在那边不管是哭也好，说也好，你都是面无表情，你一点都没有心疼他。他哭了，你没有想着给他递张纸，他说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你也没有任何愧疚之心。夫妻做到不心疼，还有什么意思呢？2个孩子的妈站在你面前诉说自己的辛劳，你除了说她唠叨之外，你居然说不出第2句话来。我只给你一个建议，给自己放长假，或者每个月给自己放几天假，就把孩子丢给他，你爱管不管，你爱叫找谁管找谁管，或者每年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就让他管孩子。我也想过，男人是要训练的，你永远不训练他，他永远是这个样子。只有你训练了他，他才有可能去做好一个父亲。虽然我觉得他已经晚了，就这样吧。这组关系里面最生气的实际是这个。你说他哭哭闹闹的絮絮叨叨，他要什么呀？他要的真不多，要你点行动，要你点态度。没有行动，你嘴甜点儿。就是陆琪老师那2个问题问完之后，就觉得我就绝望了，你知道吧？他倒了怎么办？有我妈呢。那怎么办？有我妈呢。那要你干嘛？你妈要也倒了呢？这俩女人同时倒了，你要谁去？你告诉我，为什么人家说人到中年最难啊？上有老下有小，那你没办法，你得承担啊！你躲也躲都躲不开。2个男孩，如果你不去关注他们成长长歪了，你老年你怎么办？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累倒了怎么办？你想一想吧，咱们就现实点，务实一点，拿出点精力。就没办法，就不唠叨的还叫女人吗？你见过哪个女人是不唠叨的？就是女性她这么大的压力，她怎么释放和舒缓？你说啊，她唠叨都烦死我了。那对不起，你就别结婚。结了婚的女人有了孩子，还2孩子，她要不唠叨，那她神仙多唠叨啊，情绪要多释放出来，要不然太难受了。以后婆婆再说那房子是我们买的，你就说谢谢妈给我们买了房子，完了嘛。争那口气干嘛呀？那名字也写的你的，咱就不叫那个劲了，正常唠叨吧，其他没啥。一起进入真情60秒。结婚也是15年了，老婆也是付出了，我也是，哎，看在心里我也是心疼。但是有时候和父母不要太计较了，小事上不要太计较了。父母也是好心，也没有恶意，对吧？其实我也理解他们，以后多担待点，对吧？你说我不理解，我感觉我做儿媳妇做的真的是挺可以的了。我要真要是特别恶的，我也认了，对吧？但关键事实不是这样的呀，对吧？做的多，
挑的也多，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了，怎么做是对的。却发现无法将对你的爱变成恨。如果梦还我给我父亲在成都买的房子，钱都是我出的。你知道后来房产本写的谁的名字吗？写的他的名字。我们老爷子写了，写完之后逢人就说那是我的房子，然后跟我说，哎，以后这房子啊，你有你姐也得有。那我只能说好。然后我跟我姐说，这老爷子这么安排了，咱就按这个办啊。那怎么办？就你法理上都没问题，但是一旦涉及到亲情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那我媳妇儿肯定不愿意啊。哎，为什么要赵老师？哎，有一半也有一半，总比一点都没有好吧？你觉得这么安慰自己吗？那是爹嘛，对不对？这个我这个是宽慰你，就是在这件事的问题上，你就这么想。现在索性还好，什么都是你的。你就别计较了，这件事儿过吧。陆琪老师那个话反过来听是，你也有一天可能撑不住，需要有人给你换班的时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婆婆还能来帮忙，不就完了吗？现在最主要的核心矛盾都不在这儿，核心矛盾就在这个人，他没做成一个爹，没做成一个丈夫。就是说白了很简单嘛，你要是晚上不想起，你就跟他搞分工，大儿子的所有事儿我来了。14、15岁男孩其实还挺好带的，你记住了吗？别再纠缠那个婆媳之间点破事儿了，他没时间没精力纠缠那个破事儿，那傻死了。那回吧。谢谢两位，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看看这对夫妻的。老婆辛苦了。哎，这个甜言蜜语需要啊，主要付出实际行动。问问先生吧，老大谁管？我管。行，你管就行。来，接下来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老婆辛苦了，以前可能做的不到位。以后多担待吧，老婆都别生气了。抱。那你自己能改吗？可以，以后一定改。别哭了，抱一下，别哭了。你说挣钱咱俩可以一起挣，对吧？你说家务咱们一起分担不行？可以。你说刚才说老大，早上起来我6点多就起来给老大做饭，7点把老大送走以后就看老二。一般我能送我都送，现在有老二送不了了，我都让你送一下，对吧？我感觉我做的多了，在你心里都感觉是应该的了。老婆辛苦了。好，回家说私房话。来，请亮灯。哎呀，行了，以后每天早上6点半起来做早饭，做完早饭送老大，送完老大该干嘛去。以后打开电脑的时候就把老大叫来说，你帮爸爸看看这个 Excel 表怎么做，儿子就知道你不是在打游戏了。就做简单的3个步骤，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就不愿意做，不知道为什么。谢谢两位，请回吧。